哎，德福，拆肉了。嚯！嚯呀，好香啊！还是当年那个味儿。看着这笼屉冒着热气儿，这就是最好的日子。这心里边啊，就是他妈的踏实。钱，来。是，哎，来了。哎，你说这兵荒马乱的，怎么租界的餐馆生意这么好？哎呀，现在这日子呀，可真是叫怪。每天在街上都能看见冻死、饿死的，结果钱挣的比任何时候都要多，尤其是租房跟饭店。你想啊，来了100多万人，都带着全部的家底稀软，一日三餐没地方埋锅造饭，那不就便宜了咱饭店了？便宜了谁啊？哎呦，老板，啊，哦，出锅了。您尝尝。好手艺，是山东味儿，地道山东味儿啊！包子给我推荐你的时候，我当他是吹牛皮的。你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干吧。哎，啊，谢谢老板。哎，包子，哎，方厨那小钉子走了，正好空出一张床。晚上打烊的时候，你带着他，就让他睡那张床。好嘞，啊，谢谢老板。山东大包子出锅嘞！哎呀，好嘞，上包子嘞！来，哎，弄一个密码杀到了杜拉格农，弄到西高山是半风雨，下过公母农。啊，裤子！哎呦，大嫂，啊，没烫着你啊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楼上住的还适应？哦，蛮适应的，还可以的。该吃饭了。淑媛，淑媛，饭好了没有？李淑媛，饭好了没有啊？你聋我聋啊啊！说话靠说，不用喊。那这些，你们老张家所有的家底儿了。我刚才在后面估了一下，不是204颗吗？就是198颗。我给你数数啊。哎呀，你这含着谁呢你？都是在家里数米玩的。什么叫寒碜呀？这4个人吃饭，我不得平均分配呀？那你告诉我，就这么点米，我们该怎么吃？是蒸啊、煮啊、红烧还是溜啊？哦，哎，天上的龙肉还好吃呢，那也得看有没有这本事才能吃了吧？大嫂别走啊！那遇事就躲，可不是大嫂您的作风了吧？大嫂可是向来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的。现在在张家呀，在吃米这件事上遇到了个小坎儿，一起聊聊呗。
云奇，啊，你也坐。我把这火再弄一下。舒言，自打我来了以后，咱们也从来没有好好聊过。我是觉得，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一家人，家里要有什么困难，总应该把问题放到台面上摊开来讲，一起想办法才对。现在2楼呢，我也已经住进去了。那个刘小姐、滕树人都已经搬走了，咱们就先不去聊她了。我这边呢，回到上海也是为了来找云葵。现在我这找云葵的路子也没找到，太爷也没回来。我托云奇去找太爷，到现在也没有消息，我确实是心里着急。要是我说什么做什么让你心里不痛快了，我跟云奇道个歉，你们别放心上，行不行？大嫂，这不是什么道不道歉的事儿，咱现在得把这个吃饭这个实际的问题给解决了。是。哎呀，你假捅什么呢？我真捅的呀！这留不留小姐的跟咱也没关系，但她背后的那个胡经理，他这个人的手段，我比你清楚的多了。张云奇，我告诉你讲啊，你得罪了老胡，我就送你4个大字吧：朝不保夕。你给我坐下，背挺直了，像个爷们儿点儿。这话也就只能我来说了。可现在问题就是揭不开锅呀，那巧妇还难为无米之炊呢。所以我就想着求求大嫂来给我们支支招，出点主意，想想到底有什么办法。说的什么呀？什么求嫂子支支招，含沙射影，夹枪带棒的。大嫂啊，对不住啊，舒言说话嘴上没把门的，但是话糙理不糙。我要是真是丢了这份工作，咱家这往后的日子确实是不好过。那云清，你说的蛮对的呀，都是一家人嘛。我知道你们挺辛苦的，我也很感谢你们。可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这么多户人家，还有刚刚搬走的刘小姐，收上来这些租子，就不够养活我们4张嘴吗？是你收上来的。所以说，大嫂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，那点房租真的塞牙缝都不够。那我们前2天吃的那个塔库菜。过了3条路，怎么又聊到塔库菜？你兜那么大圈子干什么呀？大嫂刚刚说过不要支支吾吾、躲躲闪闪，这不是在说你呢吗？家里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啊？还有什么值钱东西啊？我娘家的陪嫁都送去当铺了。不是，大嫂还给你送的那个镯子呢？哎呦，你就别跟我提那个什么镯子了，我找懂行的人看了，根本要不上什么价。人家说了，说是什么地方货。地方货。不是和田的，是和田的，是和田的呀！我结婚的时候，娘家给我的嫁妆怎么会不是和田的？娘家的嫁妆怎么会是？哎呀，现在说什么和田不和田的事儿了？那和田还有山料和水料呢。我这些东西要不因为是假的，我早就把它当了。这些东西是给我撑场面的。我现在就一个字，我恨。你说好好的一个大活人啊，一拿针我手就抖，一穿线呀，我的眼神就不聚焦。但凡我的手脚好一点，眼神好一点，哪怕我出去啊缝个穷，做点老妈子做的事儿，补贴点家用，总好过现在天天在家里逛荡来逛荡去，碍人眼。那我去找工作好吗？我明天就去找工作。我要是找不到长期的，我找个零工来补贴家用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不行，大嫂出去找工作，小毛头谁照顾？大嫂，你这话，哎，说到点儿上了。到底大嫂人家是大户人家，知书达理的。你这么说呀，就代表你就不是个幼稚的人。这外头现在流行一句什么话呀？不劳动者不得食啊，劳动的人他最光荣。我们今天能达成这样的共识呢，这代表这天儿啊也没白凉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这种不劳动的人，外头一到下雨天，我这个腰就不行了。云七，赶紧的，回屋给我揉揉。这米还没淘呀？这么点米怎么吃啊？不劳动者不得食。今儿咱俩饿着，老惦记在大嫂嘴里虎口夺食。赶紧的，8两
大追！哎呀！屋里是挺冷的，我把炉子再通暖和一点。云奇，嗯，你知道200多粒米有多重吗？不知道啊。也就1钱。哦，1钱啊。这碗里少说也有2两，大概3、4千粒米的样子，熬个3、4碗粥，也是够了。舒远，我去熬粥。就这些米，谁也夺不了谁那一口。做好了叫你们。哎呦，大嫂，那么冷的天你还洗衣服呀？哎，那正好，待会儿呀，你洗完这些，捎带着把我这2件拿法水摆摆。我要不是着急去做饭呀，也就自个儿洗了。我这盆里面都是孩子的尿布啊。这2天天凉，孩子拉肚子，上午还拉了，窜稀。哎呦，这有啥的？那我还听别人说，有人还专门爱喝童子尿呢。没事啊，我不着急，您慢慢洗。辛苦了，大嫂。娘，牛肉。这个，你看我今天搞到2瓶香水呢。哎呦，我的天老爷，今儿终于逮着你们家了，还是全户的。怎么着呀？上次我跟你说的涨房租的事儿。你说这打仗没几个月，你这5块10块的，你可涨了好几次了。租2个月，你有3个月的押租啊！你这不是趁火打劫，发国难财吗？我租个房子就叫发国难财了？那你们几个跑单帮、囤积居奇，那算什么？你有说这闲话的功夫，不如让你们家阿远多跑几趟。甭说是房租了，
整条路上的房子都可以顶下来了。路上导师都不花钱呀，你们怎么不去啊？你再说一句试试。云溪，哎，我说你不是两家，大人事你别管，上楼去。给你哥上楼，快快！好好好，杨姑奶奶，我把钱给你。哎，你别抢呀！小小年纪冲我喊，论嗓门大，我是你奶奶。哎呀，曾人别相不够，谁人不想赚钞票？在这里，在老山里。你不要再嚎了。你说这房东太太吧，仗着有这个房子，把我们住户啊都快逼死了。你说他心怎么这么狠呀？这炉子上有热水，你怎么不知道用呢？你这还没出月子呢，不能碰凉水，会落病的。来，谢谢景年年。按理说呀，这水都不该碰。我把这个给你放在炉子上，你接着用啊。张云奇，你说说看啊，这家里男人该干的事儿我都替你干了，要你有什么用？什么叫要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只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。哦，那你关心的怎么样了呢？你过来看，日方战死800，战伤4000，敌，呸，你才敌方。华军遗弃尸体84000，俘虏15000，虏货品之主要者步枪12900，重轻机关枪3200，迫击炮、山炮。行，停！哎，新生报，小日本办的报纸能写我们什么好呀？哎呀，不就你之前说的那点公债吗？大不了咱不要了啊！哎呀，不是啊，国军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？啊，说好抗战必胜的呢，那国家这个样子，你让我怎么活啊？张云奇，我嫁给你这么多年，我都不知道你这么爱国呢。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，你小子一定有事儿瞒着我啊！你现在赶紧坦白，早坦白，你受的罪也少。那我坦白了，你必须打我。不打你。我借高利贷了。你借高利贷？我后来买的那些公债都是借高利贷买的。你用高利贷的钱来买公债？那我不打你一棍，咬死！哎呀，不是了，中日开战以来，他们一折在抛售，我就一折抄底；他们抛，我就抄。我这不想挣点钱吗？那我总不能让黑桑那些放高利贷的去卸我的胳膊卸我的腿啊！卸你胳膊卸你腿也是你活该！哎，这我想买自己的房子，我总没错吧？房子？我想生自己的儿子呀！儿子呢？那我才能理直气壮的。那现在利滚利越来越多了，我该怎么办呀？张云奇，我可能脑子瓦特了啊！
你不知道这个高利贷的利息比公债要多多少倍吗？好呀，你现在工作得罪了胡经理，钱你也还不上，你现在脑子里头全是日本肥皂水，你就等死吧你！我找过胡经理了，他说这事有转机。滚出来再说。我不。张云奇，我现在跟你在解决问题，你跟我玩什么缩头乌龟啊？你欺负我人高马大，没办法钻进去是吧？别逼急了啊！逼急了，我把这床都掀了。我数到3，你给我出来。3。那你不能打我。我不打你。你也不能咬我。我不咬你。出来。说吧，胡经理提了什么条件？藤田你还记得吗？谁？就是那个总在虹口混的那个什么日本文化商人。你说好不打我的？侬这胆子大大了啊！要学胡经理跟什么日本人混？哎呀，你打我没有意义。你听我给你讲道理嘛。哎，胡经理啊，从开战以来就说打不赢，悄没声息的就去跟日本人做起了生意。他说藤田要在上海安家，看上了咱这房子了。我说呸，你个臭汉奸！但胡经理说这事儿啊，咱要是帮他办成了，我这些债就都能还上了，还能带着我做点生意。我想，要不要先糊弄他答应了，跟着他们赚几笔快钱，解一下咱们的燃眉之急。你跟日本人交往一下，那可能是多一条门路。问题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帮畜生玩意儿，犯起性子来根本就不是人。你替他们办事儿，那就跟那鼻涕似的，一沾身上就甩不掉。送你2字儿：汉奸。谁汉奸啊？我才不是汉奸。咱退一万步来讲，现在就算是打回来了，咱比那口腔爱国的可强太多了吧？咱们是真金白银爱国，要说爱国，谁比得过咱们？我们张家满门忠烈，呸，满门忠良。所以，我觉得咱们现在也悄无声息的去跟日本人拉拉手，交个朋友。关键时刻许是能保全咱们，总不能我真被黑嫂他们卸了胳膊卸了腿。下策，下策，这都是没招的招了。这房子日本人想要，我还想要呢。哎呦，总之你跟他们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小心，小心再小心。那现在只能拿点钱去铺点路了。哎，手头还有吗？再添点儿。滚！这烂泥扶不上墙的样，你说说看，我怎么就嫁给你这样的人呢？但是老婆你深明大义。祖良，你睡了整整7天，不是发烧就是说梦话，我都担心死了。我经历了一切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牺牲。当时我们意气风发的去投军，短短几个月呀，一起投军的同学们就剩我一个了。老孙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。南京城破那一天，他带着野战医院7、80个伤兵往下关的岸边撤，但是岸边没有一艘能渡江的船，日军步兵45联队包抄了上来。我们一个伤员说：“长官，你是我们当中军衔最高的，你来指挥吧。”老孙哪懂军事啊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：“弟兄们，跟鬼子打！”
据日本人的战报说，中国人不断蜂拥冲来，除了死斗还是死斗，反复斗，血肉横飞，人人称血人。阿光被分到了医院3部，撤退的时候3部没有交通工具，根本不知道往哪里撤。日军冲了进来，对医生、护士还有伤兵采用了无差别的屠杀。他们连子弹都不愿意用，就直接拿刺刀挑。阿光冲上去和日本人交涉，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，就被日军的刺刀给扎透了。阿光死的时候，手里还握着输液瓶，这是我从一个逃出来的医生朋友那儿听说的。我和小沈都被分到了总院。我们撤到一江门的时候，遇到了溃兵踩踏。小沈护着身后20-30个伤员，大喊着：“兄弟们，我们身后是受伤的弟兄们，你们不要碰他们。”可谁听啊？溃兵像潮水一样从他们身上涌了过去。小沈冲着我大喊，我根本听不清。溃兵散去，我跑过去抱起小沈，小沈已经被踩得没有人样了。我到现在只想知道，小沈到底跟我说了什么。我不怕牺牲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没有价值的牺牲。你觉得什么是价值啊？轰轰烈烈的战死，为国捐躯，死得其所。可是有多少的牺牲是因为荒谬的指挥？南京因为长官不告而走，败军一哄而散，撤退变成了互相踩踏。多少兄弟因为上司的失误白白丢了性命。吴福县、西城县号称东方的马奇诺防线，但是所谓的永久性的钢筋水泥，只有外面1层是水泥，炮弹一轰就垮，里边都是烂了的竹子。除了腐败，还有无能、私心。即使在亡国的危机前，那些上层人物还是改不了他们的做派。祖良，你的信心难道动摇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让我反思。凭着我们的热血和生命，真的能挽救我们的国家吗？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小姐，罗少爷。小月。罗少爷，我就想问一下，打淞沪的时候，你在医院有没有看到87旅的伤员？87旅，谁在里面？就是万福。孟万福跟我结婚前1天去当的兵，就在87旅，旅长叫张云奎。您知道他们的消息？小月，我听说87旅全部殉国。什么是全部殉国？就是都战死了。小月，想哭就哭出来，别憋着。小姐，我不会哭，我已经哭不出来了。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。小月。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亲爱无怨的努力。伯伯，这份传单了解一下可以吗？祝愿我们
哥，这份传单请你看一下。姐姐，你来，你来，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进。来不及的敌人们，把我们的血肉涂在我们心的长城。是共振的八路军的宣传单。八路军115师平型关大捷，那个时候我们还全都上街庆祝了呢。我还听他们说，八路军是游击战术之神。周恩来先生下周要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，有困难找阿办。哥，你这是要回去看那个旅长太太啊？我都有住处了，我找他去干嘛呀？我是去找老太爷。你们旅长都不在了，你找老太爷干嘛？你还不是为了去找那位旅长太太？别给我瞎贫啊！人老太爷答应了要给我去武汉找小月的钱，我不找他，我管谁要钱去？我跟你说啊，管好你自己的嘴，别跟我瞎咧咧。哎，哥，你带着我呗。丁律师啊，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手。你看外面，这些都是没有找到工作的人，何况你还带着孩子。我们这边也不是什么慈善机构，你再到其他地方试试看吧。理解。谢谢。抱歉。
您好，请问您找谁？您好，请问武建张律师在吗？武律师打官司起步300块法币，你要打什么官司？我想先跟武律师谈谈，我的情况有点复杂啊。太太，我刚说了，武律师打官司起步是300块法币，而且还要付预约费。要么您现在登记，要么您再考虑一下。我了解过武律师。128事变以后，他曾经致函全国各地律师工会援助19路军。淞沪会战爆发以后，他自愿担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律师分队的队长，出钱出力。我相信。对不起，太太，您刚说了这么多，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？我的丈夫是87旅少将旅长张云奎。太太，你不能这样。我怀里抱着的是他的遗腹子。武律师，太太，你不能这样。武律师，太太，你不能这样。武律师。太太，您刚才说87旅，87旅，那张云奎是我的先生。张太太您好，鄙人武县长。张太太，里面请。谢谢。张太太，请坐，坐，啊，坐。说起来啊，我跟87旅还是很有缘分的。我是罗店人，老家就在白家寨。来，哦，距离87旅的阵地就10几里路。听家父说呀，这场仗87旅打得很英勇，也很残酷。天上一下雨，整条街都红了。虽然阵地没保住，但是父老乡亲们都知道，87旅几千兄弟和鬼子拼死斗，拼到最后一个人。他们看在眼里，刻在心里。那报纸上说什么张旅长和他的手下做了逃兵，哼，他们那些人就是站在高岗上说风凉话，欺负死人开不了口。我第一个不信，我连的父老乡亲也绝不会相信。张太太，您有什么难处尽管说，帮得上忙的，吴某一定尽力。作为罗店人，我代表父老乡亲们，向张旅长，向您，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，谢谢。作为罗店人，我代表父老乡亲们，向张旅长，向您，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，谢谢。吴律师，应该是我道谢才对。皇上，
我这找你好半天，你在这儿呢啊！这兄弟们打了一只野兔，我给你留了个兔礼回，晚上咱好好打打牙祭啊！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可值钱了，天天在我这儿做饭喂马。我要是把你供出去，你说不得1000大洋，也得得600吧？啊！你相信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现在除了我的亲人想见我之外，没人愿意见到我。我兄弟们全都战死了，这刚为某些人升官发财铺好了路，人家要喝酒庆祝，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就这么回来挡人路。刘排长，你告诉我，人家愿意见我吗？我才不管你谁挡谁的道呢！我现在纳闷的就是啊，你说你窝在我这个小庙里头，天天做饭喂马，你也不提走的事，你到底是咋想的？你知道141军的位置吗？141，那孙军长不就是你之前的师长吗？你是要申冤还是报仇啊？翻案，怎么翻？问话呢？怎么翻？我在部队里混了多少年了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，你跟我说说，我给你盘着盘着，啊！兄弟们，赶紧进屋吃到兔子去，别干了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什么情况？你说。我到南京呢，是想给兄弟们翻案，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，还被关到个马厩里。在这之前，副师长廖凤年跟我见过，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清楚楚。我那时候才知道，为什么当初我请德去柳镇支援的时候，我的老师长孙怀义，他不说是，他也不说不是，模棱两可的，就等不到电话就去，我就当他默许了就去了。结果呢，他说离开阵地就叫逃跑。其实我们到柳镇的时候，上峰已经下了撤退令，我们本就该走，只不过当时电话线断了，我们没有及时收到消息。我们旅6000兄弟，本来可以奉命撤退的，结果死守白家宅，全都牺牲了。最后怎么样？还要背上逃兵的骂名，这公平？他娘！我怎么越听越来气？这都是啥事儿啊？所以我得找到陆运。陆运是谁？孙怀义的师参谋长，找到他，我就能拿到187师的撤退令。拿到撤退令，就能证明我们87旅的所有兄弟不是逃兵，同时还能证明我们那50个人去柳镇接应。你的意思，找到陆运就有可能解决问题？对。他万一不承认呢？他是我兄弟，承不承认，我得赌这一回。对，你说的对，必须赌一回。我这帮兄弟们打仗不行，包打这个赢。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。哼，我说啊，我帮你一忙，你也帮我一忙呗。什么忙？你说。我想让你给我当参谋。什么意思？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？算命先生说了，我这条命啊，只能在部队里才不死，但我不能在这干混呐。我也要升官发财。过去我没办法，现在有你在，我心里不都有底了吗？你毕竟是个少将旅长。再说了，我最好的几个兄弟全都死在南京，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堵得慌。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41期，这打的什么仗？半年了，一点补给都没有，还被严老七给赶到这儿来，这是打鬼子吗？这是白白送死。所以说，无论如何，你得帮我好好参谋参谋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弟兄们少死几荣。行，我帮你，但我要走的话，你不能拦我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，咱俩一言为定。我这就安排兄弟们出去打听啊。
多少啊？2舀子，水现在得省着点用啊。做饭呢？啊。锁了，连外面水管都锁了。我这个正好做好了，在我这吃口吧。啊，不了不了，谢谢景娘娘。正吃着呢。好吃。小猫在哪？小猫头饿累了，在楼上啃手指头呢。有鸡有鱼有粉丝，吃挺全乎，热火朝天的。有我的筷子吗？有。来，大嫂。淑媛，你炒菜是不是手抖了？这盐咸醋酸的手艺，还是比不上万福。哎，你俩别站着呀，坐下一块儿吃。啊。我记得原来这屋里还挂了一幅运寿瓶的鱼藻图，还有我楼上主卧有一台法兰西座钟，你们都收哪儿？嫂子，这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，你们当初买的时候肯定是被人骗了。去年呢，我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有人来收古董，我就一块打包给别人了。那人挺懂行的啊，您猜猜才卖多少钱？20、30块钱。您要的话，我给你。好啊，那你给我。最近手头紧，等下个月云奇发薪水了，想着给大嫂啊。哎，我下个月发了钱我就。20、30块钱也手头紧，那你这账管得也不怎么样啊。你在我们家帮着忙，帮的也不行，那这样，也就不劳烦你们2位了。从下个月起，这个房租我来收。那大嫂来操持这个家太好了呀，那我就有点怕。这万一人家不认你这个房东呢？那我倒想问问，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？那我也想听嫂子说说，人家为什么就认你这个房东呢？这房子是我的，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了？那你叫他一声，他能应你吗？所以你这就有点孩子气了，这么说就没意思了。孩子气。这答应不答应的呢？律师会替我答应。律师？大嫂，这有必要要律师参与吗？有必要啊，当然有必要了，可太有必要了。大嫂，你这刚来到上海，可是千万别让人给坑了。咱一家人，你说有什么事儿，你找我，找淑媛，怎么都好商量。上海说律师不有这么句话吗？有条有理，无法无天。大嫂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吧？有金条才有理，没法币就没有天。咱自己家的事，要是让外人掺和的话，岂不是家丑的外扬了？可是，我也没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啊。怎么就没看出来呢？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那水龙头怎么给锁了？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
这案板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，连火都点不着。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，这些瓶瓶罐罐收的，哎呦，这防我防的呀！我怎么就没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呢？你锁的？啊，不是你防大嫂干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防大嫂啊？你们是不知道，哎，对门这唱越剧的，把水龙头打开就跟黄浦江似的，一拧开就不关上了，一点都不心疼。楼上跑单帮的，俩孩子成天在厨房偷吃这个偷吃那个的，光被我逮着他们偷甜面酱不止2回了啊！那我不得防着点儿？那你防他们可以，你不能防大嫂呀。那我怎么知道大嫂就突然回来了呢？不是，这又不算事儿，我待会儿就给他们打开不完了？你赶紧给打开啊！大嫂，一场误会一场误会，这一家人真的因为一个水龙头闹成这个样子，这说出去真的是不好看。舒妍，你真的是……伍建章律师，你们听说过吗？知道啊。明天伍律师会去法院帮我查记录，替我申请补办地契。啊？不可能！为什么不可能？是伍律师不可能，还是补办地契不可能？都不可能。这房子啊，就应该是大爹的。李淑媛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大嫂办这件事情是应该应份儿的。大嫂，我要不是央行事情太多了，实在是没腾出功夫。这地契的事确实是我应该去办。哎，你说的伍律师是哈同的那个律师吗？哈同事务所的伍律师。哦，那是咱们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，哎，找他办就找对了。哎，我能帮你做点什么？舒媛，帮我去把水龙头打开。我还有个小毛头米粥呢。大嫂，你要是有脏东西。快去给开水龙头啊！哎，起开！伍建章，哈同律师所。最近10件收容的难民都在这儿呢，你自己找吧。哎，好嘞，谢谢您啊。大娘，我给你送碗粥啊！快来人啊，有人晕倒了！会王，你干什么？慢点，慢点，小朋友。不会王，不会王，连起来。中国不会王，中国不会王，不会王，中国不会王，不会王，中国不会王，中国不会。
这算找着你的小子了！日寇，杀！说什么呢，太爷？杀！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，您怎么不回家呀？啊！行。茫茫神州，铁蹄践踏，何以为家呀？太爷，您说什么呢？您？他是现场检视车送回来的，说是被打晕了，躺在路边，好在司机给抬回来了。他脑子时好时坏的，一会儿说家在上海，一会儿南京，一会儿海文，又说在武汉。太爷，那刘总呢？祸福沉舟，卧薪尝胆，3千越甲，可吞吴。哦哦。哎，太爷，太爷，您听我说，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大孙子，一个大胖小子。太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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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不这样，咱先回家吧。你行李呢？箱子我帮你拿着，箱子呢？老人家身上什么都没有，腰里就别了本破书，他身上那件棉袄还是我给淘换的。啥都没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没完。啊！宝贝，宝贝呀！外婆，哎，太爷，太爷，太爷，你认出我来了？对，我就是万福，我就是万福。当然是万福。你不万福谁万福啊？我就是万福，我就是万福，大爷。走，回家。走，回家。快！哎，走。谢谢。哎，太爷，咱可不能这么回家，我得先带你去澡堂子。您好。啊，丁女士，您先坐，我下午开个庭。武律师不在吗？武律师回老家了。哦，您的事儿啊，武律师帮您问了。前年下大雨的时候呢，法院登记局泡坏了几项资料，这其中就有民国21年的房屋登记册子。那我们的地契丢了，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？除非您能找到当年的购买凭证。凭证大概在我先生乡下的房子里。可是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拿回来。甄女士，您先别急，我律师忙完家里的事，会很快回来的。太爷让我转告您，实在是对不起，不过他会尽快想办法的。明白了，那就不打扰了，替我谢谢武律师。那我就不送了，我这边。各位老乡啊，书馆写的先不要着急回家，来我这儿喝杯热乎的红糖水，既保暖又补血啊！哎，缺钱吗？血可以换钱。
老乡。这个也这么吓人吗？头次来吧，我就害怕了。我来嫌快，嗨，真快啊！你看，就那个就是血耗子，他来钱是真快啊，每笔他抽3成呢。妈呀！这就这儿的规矩，怎么咱还能不抽啊？抽完了欠了4万块钱。我那点钱还留着养家糊口着呢。兄弟，你是不知道其中的厉害，我可是亲眼所见。有姐俩老来2个月抽了5次，每次都是400 cc 呀。结果最后一次，那个妹妹抽完了血倒地上就死了。这位太太，养孩子很费钱吧？也可以换钱。哎，缺钱吗？多少钱？8块。8块呀？那我先啊，我得排队去。大嫂，可以吃饭了啊！哎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都忙活完了。小毛头呢？啊，睡了。大嫂，我知道你们无锡人爱吃无锡小排、无锡3白，只可惜最近吧，季节也不对，时局又乱，物资短缺的，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找了曹阿婆，让她给我挑了一条顶顶新鲜的鲈鱼。你要不就将就将就，尝尝我们的松江鲈鱼，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呀。谢谢你啊，淑媛，辛苦了。没事。云奇呢？还没回来，要不等他一起吃？他呀，不知道他野到哪儿招猫逗狗去了。没事儿，他就爱吃剩的，咱先吃啊，不管他。谢谢。下的娃娃们，弄你个迷茫伞。回来啦！哎，大嫂，哇，真是硬菜啊！你看看，都是大嫂爱吃的，这不给她调调身子吗？啊，哎，我想起来，今儿大嫂是不是白天出去办事儿了呀？怎么样了呀？对啊，大嫂，事办得顺利吗？蛮顺利的呀。律师已经在登记局找到资料了，那买卖双方啊、房屋面积啊、地址、保人，连投税契都已经找到了。今天下午我已经做好了补办地契的申请。那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哦，太好了呀！就是法院现在呢人手嘛有一些不够，所以可能要再拖个几个月才能办好。还要再拖几个月？张云奇，你出去兜了一圈，招了什么脏东西啊？撒什么疯啊？对不起，大嫂。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。这话谁说的？蒋委员长的口号，在咱们张家呢。渔樵耕读，诗礼传家，勤俭节约是咱们张家的家风，薪火相传。前线的将士们都在打仗，吃糠咽菜，咱们这一桌子鱼肉。作为中国人，我这良心上过不去，所以这以后这鱼啊，就不要再做了。我张云奇，你李淑媛，当然大嫂你也是，包括楼上的这个小毛头，我们呢要以身作则，从管好自己的嘴巴开始。哎，侬脑子瓦特啦！不是你跟我说的，大嫂现在还没出月子，要好好补身体。再说了，那楼上小毛头还是婴儿，在吃奶，他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？你好好管住你自己的嘴哦。我今天的嘴就不用管了，我是有我的道理的。大嫂，我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：今天你的那些事情，是在哈腾事务所找的吴律师亲自给你办的吗？
不然呢？不是不然呢，是我知道所以然的。吴律师的岳父贵恙在身，他根本就没有上班。我也是路过这个哈同事务所，我朋友告诉我的。哟，那该不是有人冒充了武律师，把大嫂骗了？哎，乱讲！怎么会有人冒充武律师？我现在担心的是，大嫂忙活半天，她有可能没有找到那个记录。张云奇，你跟踪我？大嫂，话可真的不能这么说。我怎么可能跟踪你呢？我只是想多方的咨询一下，看怎么能解决这个地契的问题。哎，有专业人士特意跟我讲，说咱们这个法租界的法律精神，说白了就一句话：默认现状。你看人家说得很清楚，我这都记得呢。如果邻居们能够证明房东在此长期居住，可以申请地契。看，这人家说得很清楚，而且人家还有案例的。你看，这个洋行的木箱里，他跟咱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地契找不着了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人家就找的周围的这些邻居证明说，这个木箱里长期住在这个地方，那这房子就是人家的。还有你那个宁波的老乡，步高里72对，72号，Miss 谁？沈小姐，她那个房子更奇怪，从头到尾就没见过地契，她怎么办？也是找的邻居证明沈小姐从小就在那个房子里住。你看沈小姐现在那个房子里住的啊，大 house 里面那住的瓦的里的。我说呢啊，汤嘛汤不让碰，鱼不让摘，还什么地无分南北，人无分老幼，长篇大论这么一大堆，原来你的底在这儿啊！是。自打上次跟你们聊完这房子的事儿以后，你们夫妻俩端茶送水，嘘寒问暖，拉拉扯扯，这些时间真是你们演得够辛苦的。张云奇，我是你嫂子啊，张云奇，你怎么做得出来的？撕破脸了是吧？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？我知道你是我嫂子，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。但是这亲情脸面它不是这么要的呀。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它寸步难行。我这手里头有法理。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。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，谁是房东，一目了然啊。我是房东不是房东，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？你干什么啊？哎，大嫂，这话您就说对了。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。云奇，这鱼咱俩吃啊，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。你怎么说话的你啊？鱼可以不吃，但你不能对大嫂甩脸子呀！谁要吃鱼啊？哪条狗要吃鱼啊？你小子怎么回来了？我回来了，你再看看还有谁回来了？巨人李8号，我回来了，大爷。爹，大爹，大爹，你回来了！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这是鱼。玉娇啊，爹，你回来了。受委屈了你。你去哪儿了呀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别哭，别哭，还我挺好的，我回来了就好。行了，太爷，回来了，上座吧。哦，回家了，回家。我回家了。我跟万福一直都在找您。爹，刘嫂呢？刘嫂怎么没一起回来？夫人，太爷啊，进租界的时候跟刘嫂走散了，而且太爷还收了一些金项，但是啊，我们太爷运气好，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，
给太爷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。这不，太爷刚刚大好，就准备回来。你说巧不巧？我去医院送包子，大门口就撞见了太爷，我这不就把太爷接回来了吗？是这么回事。刚刚啊，我在路上还跟太爷感慨呢，咱太爷啊，一定是福大命大，吉星之相。遭了这么大的难啊，不但人没事儿，你看，而且这钱啊、地契全都回来了，而且全虚全影儿，是吧，太爷？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哎，嘿嘿嘿嘿，大爹，我就说呢，大爹宅心仁厚，这一定是有观音菩萨保佑大爹平安的回来。是，给太爷请安了啊！哎，谁动我的中堂了啊？大爹，谁呀？我打扫卫生，把中堂先请过去，我打扫干净就请回来。你是谁呀？啊，这端鱼的是谁呀？他们是谁？哎，太爷，这不是您的好大侄儿吗？他们两口子一直盼着您回来呢。你是云奇？我是云奇，张云奇。张云奇，我的那个好侄儿。大爹，你终于认出来我了，我就是你的那个好大侄儿。大爹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你上我小时候，我还在你的这胳膊上拉过青石呢，我。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是这么回事儿。是这么回事儿。哎，太爷啊，您忘了，我刚刚路上跟您说了呀。我不是跟你说，现在租界这房子紧张得很。所以你这个好侄儿就替您把这房子都租出去了。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。不是哪样啊？现在太爷回来了，第一，您这好侄儿肯定会把这最好的房间马上给您腾出来，是吧，侄儿？是，大爹。第二，这收上来的租金啊，您的好侄儿都已经给你攒一块了，马上给你送过来，是吧，大侄儿？是这么回事儿。是这么回事，大爹。哎，一天乌云散，皆大欢喜，皆大欢喜。太爷，吃饭。哎呦，这急吃白脸的蒸的就是这条鱼啊！太爷，我看啊，这条鱼全天下就只有您吃的是应该应分，因为啊，您才是这个房子堂堂正正的房东。就是这么回事儿。是吧，大侄儿媳妇儿？当然。是吧，大侄儿？确实是你大侄儿。大侄儿，大爹，鱼凉了吃腥气了，我去给您热下。汤我也给您热一下。我要吃鸭子，还要辣油，都有。爹，你上楼去，我带你看样东西。我跟你说声。对，太爷，快上楼。好，好。哎，这是云奎的孩子啊。是您的孙子，爹。我有孙子了。哎呦，给孩子起名字了吗？云奎一直都说，名字得让您来起。好，我起。按照海文我们张家的族谱，问汝云月静，云奎呢是云字辈儿，那孩子就应该是月字辈儿。我想想啊，谁无暴风尽雨时，守得云开见月明。叫他月明可否？守得云开见。爹，月明好听。月明
云奎，你的儿子叫月明，月明啊！张月明，好名字，好名字。哎，你小子有名字了啊！月明，月明，月明。刘嫂，刘嫂，哎，太爷，太爷，你叫刘嫂干嘛呀？我那个书房那个书架2层抽屉里啊，有我给孩子准备的金锁和手镯啊，让他拿来。刘嫂，太爷，太爷。哎呀，月明，月明，我爹这是怎么了？好孩子，啊。在楼下，是骗他们2口子的。我是在难民所找到太爷了。难民所？我找着太爷的时候，他胡子拉碴的，还穿着别人给的破棉袄，说话糊里糊涂的，一看就是吃了大苦，遭了大罪了。我把太爷从难民所一接出来，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了。医生说，太爷脑子受了重击。而且精神受了刺激，所以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。但是你别担心，医生说了，只要太爷好好养着，不要让他再受刺激，很快就会好起来。那他这身行头是从哪儿来的呀？这箱子我也没见过。我找着太爷的时候，太爷身上的钱、地契，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，估计是被人抢了。我一想，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，让那2口子看见了，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？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梯级钱，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，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，我就带太爷洗了澡、看了病，办了这身行头。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，不能让那俩孙子再下去了。那，你把这拿着，等太爷清醒点了，你再给他。你花了多少钱？你记下来，我有钱就还给你。这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我就是提醒你，现在要趁太爷回来了，赶紧给那俩孙子立规矩，把房租要回来，那我的钱不就出来了吗？也是的。那个，就那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啊？就那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是这么回事儿，他也不是糊涂了吗？我怕他在张云奇2口子面前在关键时候掉链子，我就跟太爷说好了，我说你进屋，先不要说话，听我说，等我给你信号，然后你一收到信号，你就说是这么回事。是这么回事。太爷，对，是这么回事。哎，你说他们怎么就忽然冒出来了啊？要这么作威作福的，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？小点声，我跟你讲，你
你要是把大爹惹急了，将来轰出去就咱俩。哎，照顾这房子这么多年啊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收上来租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，我上哪儿给他们找钱过来？哎，你别吃腿啊！这一只鸭子就2条腿，我怎么往出端啊？我不吃腿，我吃鸭屁股啊！大爹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挺好，只不过这以前，咱俩跟大嫂子那些事情都白干了。哎，你不是跟我说过，你爹说你大爹对你比像亲爹还像亲爹呢？嗯，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。说不定呀，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。有道理。鸭腿啊，都得给大爹。你在难民营就只看到太爷一个人吗？没看到刘嫂？他们俩应该是真的走散了。不过你别担心，这么多难民所呢，一定能找着刘嫂的，是吧？阿福，谢谢你把太爷带回来。哎呦，谢谢。这夫人，我受不起啊！这我真是。那天，你说我还打了你3巴掌，你说的对的，我就是个傻子。你要是心里过不去的话，要么你打回来。我还打回去？夫人，我就是个小爬虫，您呢跟腊梅似的君子，这君子打虫，打了就打了呗，没事没事。那你这话的意思就还是在记仇？你打我吧。哎呦，你这君子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了？啊，行，这3巴掌啊，我记下来了，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打回去。那你记着。我记着。嘿嘿。眼下呀，最重要的事是把太爷的身子骨调理好，还有在张云奇他们2口的面前，一定演像，千万别穿帮。只要这房子保住了，你们的日子就能过下去。哦，对，还有这个箱子，一定要藏好。这俩肯定盯着他呢，千万别给他们机会再下黑手。可是太爷和我怕可能防不了他们俩呀。万福，你能不能搬回来？啊，搬回来呀？我这话说的是唐突了，没关系，你要是不愿意的话。不，这儿一个地儿，鲁泰一个地儿，行，只要我回来了，这俩坏区我看他们敢。谢谢。太爷，哎呦，睡着了嘿，咱下楼吧，去吃你的鸭子还有腊油。让他们端上来吃。我要让月明陪着我一块儿吃。哎呀，月明还小，他哪能吃你的鸭子和腊油啊？是这么回事啊，太爷。但是啊，咱可以让你的大侄儿把你的鸭子和腊油端上来吃，我们就在2楼吃啊。走，走，太爷，你慢点。大侄儿，把你大爹的鸭子和腊油端到2楼来，我们到2楼吃，快点啊！是这么回事儿。咦，妞，有名字了，臭小子。打不准也得好好练。汉娘的这些老炮子，比我爹岁数都大，枪膛都磨平了，子弹出膛就斜着飞，5发子弹3发拖把。别说这些新兵蛋子，我都打不准。还有啊，为了让日本人在天上看见咱们整装满员，
还得往里塞这个，你说这仗怎么打？是，咱们中队连养老系都不如，没吃的可以饿，没穿的可以冻，但是没子弹，这仗没法打。上面肯定也知道扛不住，所以呢，一定是占领主动权，诱敌深入，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兵力围歼一股敌人。总之，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去跟鬼子拼了。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，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，得活下来。让大家就地休息吧。全体都有，就地休息。他们的今天，就是咱们的明天。我记得在白家寨，刘团长跟我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：军装就是我们的棺材。兄弟，来，杨班长，哎，来，过去。哎，离这30里地有个齐家楼，那是141的军部，参谋长卢云也在那儿。小周，哎，拿上枪，教你练打枪。好。大爹，您看这屋里边还缺什么？您跟我说，我再给您添。这都是按照您在上海生活习惯给您恢复的。您看这桌子，到时候您写字用。啊，对了，哎，大爹，这是您最爱睡的那种硬棕垫儿，睡觉舒服，对腰好。哎，对了，在老家的时候，您床头总是放这么一盘双酿团，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？大爹，我跟您说，我们正好楼上那个租客到期了，大嫂，我现在跟淑媛鱼吃的还好吧？住在2楼，在对门。哎，大嫂，楼上那房子住着您还舒心吗？那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。是，所以现在这不是物归原主，完璧归赵了吗？哎呦，大爹，您呀是真不知道云奇有多辛苦。他这个人嘛，就是心善，一点儿都见不得同胞受难，所以呢就把他们接济进来了。洋行自打开战以来，收益也不好，我们就赚点微薄的房租来补贴家用，确实是委屈了大嫂不少日子。可是现在好在您大爹回来了呀，大嫂也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住了。轻舟已过万重山呀，太好了！是，真的太好了，终于稳定下来了。大爹，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针，主心骨。云奇啊，哎，玉娇、月明、万福。月明，月明是小魔都有名字了，太爷亲自给起的，大号张月明。
哦，你看看这名字起的啊，既大气又诗意，还好记。云奎哥真是幸福，要不说您是咱家的定海神针呢。云奎的儿子大号张月明。哎，张月明，我记住了。玉娇、月明和万福早我一步到家，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，林林总总，我也知道了一些。今后呢，我有一些想法，还有安排，就让云奎的好兄弟万福来替我宣布吧。好的，太爷。二位，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，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，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，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，所以呀你们费心了，有劳了，啊。太爷还说了，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，不是让你这个大侄子当二房东的。还有，少奶奶刚回来，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，别紧张，啊！太爷说了一句话：既往不抓。既往不咎啊！但是，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，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，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！从今往后，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，还是以前的房租，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，是这个意思吧，太爷？然爷。哎，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，开张之后才涨起来的。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，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？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？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？你一个小辈儿侄媳妇儿，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媳妇儿在这插嘴，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？大侄儿，大爹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哎呀，不是这么回事呀，大爹。淑媛说的是实情，战前的房租确实是收不上来。你想我在洋行的职位又不高，那点薪水在家里入不敷出的。您说咱们这大宅子，水电煤修修补补，那真的都是不小的开支。大爹呀，咱家自己的这个账，云奇啊，我问你，我这运寿平的中堂，你是不是给我卖了呀？啊？我没有。我真没有，大爹，您收藏的我怎么敢卖呢？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淘来的真迹呀！我知道您说这屋子里边这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，这保不齐谁手脚不干净就顺走。哎，你白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啊！我怎么说的？你白天说你打扫卫生给挪出去了。你放！你说你挪哪儿去了？万福，哪儿？万福。云奇啊，我说过。既往不咎，我说的话，你应该明白。明白。云奇啊，我们张家做人要端正。我希望你和淑媛好自为之啊！啊，我累了。哎。哦，大侄媳妇儿，赶紧去给太爷再烧一壶开水去。这帽子摘了，累不累？小人得志。这也太欺负人了！说好的发明仪，一个拖一个月的，物资越给越少，连个财务都没得了。哎，学长，班长，行，吃饭，吃饭，快去打。行。
哥哥，石头放那热死。快热它，快！放好了，周。柴火来了，快点啊！怎么了这是？哥啊，冻伤了，快点，搞！柴来了，还让兵来了，赶紧把冰弄化，给他烧点热水，快！缓过来了哈，捡个热乎气的石头给它捂上，给我加柴，快点！给你弄了个路条，现在就走吧，争取天亮前赶回来。来，吹个火这么费劲。哦，快！添柴！好手啊！橙子，说橙子，还有酒没？有，快拿酒去。大爹，您快看看，您看看这是什么？哟，清炖南京鸡脯。还是您眼神好，快来！哎呀，这可是好久都未见的。哎呀，您尝尝，您快尝尝，这可是5个月大的小母鸡。大爹，这个是我在金陵市府给您端来的，找的还是您以前的那个穆大厨做的。你以前来上海的时候，不就是喜欢这口？您总说，鸡鲜肉嫩，质酥烂，清汤味醇，色洁白。您现在尝还有那个味道吗？云奇啊，现在时局动乱，能省就省。啊，以后万万不可这样浪费了啊！是，现在这日子确实是挺难过的，但是全当侄子给您尽的孝心了。不瞒您说，已经半个月没见着荤腥了。这不响应号召，吃爱国素，省下的钱都捐了节约捐。你这洋行不是有薪水吗？就快吃热喝汤。我挣的这点薪水，今天节约捐，明天救国捐，后天大街上人说号召捐款吧，我也都捐了。你知道租界现在的物价涨成什么样了吗？大鱼大肉贵得吓死个人呐！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您说您来这儿，我总不能让您饿肚子。大爹，这些年我就想要个孩子，怎么都要不上。我出去，我看着那些海龙、海马、海狗鞭，整个的我都不敢看，我只能去买点渣回来熬着喝。那渣您说能有什么营养？一到晚上了，大眼一瞪到天亮，头发一抓一把一把掉。大爹，你看这头发这样子，里边全都秃了。孩子，你别哭，别哭，我这不用补啊，你的难处我都知道。啊，这苦日子啊，也不是咱们一两家，也不可能是1天2天，长期抗战，也许日子会更苦更坏。不过云奇啊，你别灰心啊，咱们一起熬就熬过去了。
至于以前的那些租金，还有七七八八的，我们就不要了。大爹，以后您听我说，我就知道打小您最疼了。我爹都说大爹对你比亲爹还亲爹。您放心，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住着。云奎不在您的身边，有云奇在，我一定把您伺候着舒舒服服、硬硬朗朗。是这样，以后的租金呢，就不麻烦你跟苏媛了，以后就让玉娇辛苦辛苦了。那可不行，大爹，大嫂刚到上海来，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件事情她做不了。她苦菜3毛钱这条街卖的，隔2条街9毛，翻了3倍。您说那一块香皂，这条街卖4毛钱，翻3条街卖4块钱。日本货是便宜，大爹，咱们是中国人，得有个廉耻心呐，不能买日货，是不是？一条街上，您说谁家的菜新鲜，谁家的菜便宜，那这里边学问真的大了去了。大上海，您看的外表光鲜亮丽的，可这底下，世事人心全都乱了，大爹，这里边的水可真都深了去了。哎呦，这上海滩的水能有多深啊？还能把人淹死啊？哼，要我看，这上海滩的水最多没到脚脖子，嘿嘿，对吧，太爷？是这么回事儿。哎呀，太爷，今天您这精神可好？你看，哎呦呦，我的文房四宝。对，都按您给的单子，我给买回来了。哎，好。哎呀，来，忘了跟直少爷汇报一下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在弄堂口的那个静心阁赊的。怎么不付钱啊？都记在您账上了。老板说跟您关系可好了。哎，太爷，来看看，这个笔最好的湖笔。好。哎，这个砚，最好的端砚。哎呦，对了，老板说呀，这2天宣纸断货了，过2天有了，他就给您送过来。还记在直少爷账上。好。你再看看这个镇纸，老板说过意不去，白送的。你哥怎么不给太爷再弄一个呀？显得你姓孟的多像我们张家的孝子贤孙呢。直少爷说的对，提醒的太对了。我怎么着都得给我们家太爷弄一套全乎的。我现在就去。这蹬鼻子上脸啊，搞这些下三滥的玩意儿，鸡零狗碎。大爹，这鸡汤不喝，可就凉了。这上海滩的水，淹不死会浮水的人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太爷，我再给你看个好东西啊！哟，笔筒，哎，漂亮吧？这个。怎么样？之前租房钱、卖东西的钱都不要。哟，到底是你打爹啊？屁！之后的还有之后啊，之后的租金还是要交给大嫂管。你看吧，到了还是人家亲爹。哎呀，说怎么办呀？黑三又在那儿催钱了，刚才把我堵到弄堂口，非让我看他杀了只鸡。他说这次杀的是鸡，下次就杀的是我。刚才你没见到那鸡临死前的眼神？不就你这种眼神吗？哎呀，所以说啊，你这个人装亲儿子嘛装不像，办汉奸嘛办不明白。日本人狼心狗肺的，还在打我们房子的主意，恨不得上天了。你还唯唯诺诺的，自个儿大爹都搞不定。下个月房租钱可不在我府手里啊！就凭你洋行那点破薪水，哼，是饿死啊，还是被高利贷砍死？自个儿琢磨去吧你。他们吓我，你也吓我。太爷，水来了。来，真是兵荒马乱，牡丹青啊！很久没有墨笔墨了，手都有点僵了。老夫可以食无鱼，亦可出无居，但不可一日无笔墨呀。咦，你这刚清醒一点就开始掉书袋子，
您赶紧写吧，写完了我好拿出去卖钱去。胸无点墨，就知道钱。我看你啊，就差私塾先生打你一顿板子。哎，大爷，您看看您这一身啊，银绸马褂，还有那张绒马甲，这都是高级货。这可都是小月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，还有我去武汉的盘缠给您换了这身行头。你再看这个，这胡刷的，您看见了吗？这也是我花钱买的。万福啊，难道你怕我赖你衣服钱不成？过几日我加倍偿还。快看，嘿嘿。哦，对了，张云奇那王八蛋，没跟你这儿哭穷卖惨吧？他没有跟你说他的钱都买了公债了，或者是捐了。房子的租金，千万不能松口啊！这一松口，咱一个大子儿都拿不着。他不会跟您卖过惨了吧？不是，您不会已经答应他不给房租了吧？太爷，那里边可有我的钱。万福啊，万福，你看，云奇已经够惨的了，刚才他就在这儿，涕泪横流啊。完事呢，适可而止，啊，在家催逼，那不就是欺人太甚了吗？不是，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谁欺谁呀？怎么变成我欺人太甚了？这不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的吗？谁是狗啊？万福啊，又在讲评书呢。啊，太爷闷得慌，我给他讲《岳飞传》。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哎，太爷，那孙子送来的鸡汤，再不喝就凉了啊！凉了就糟践了，您喝不喝？不喝。您不喝，我喝，糟践粮食，天理不容。我和我娘从苏北逃荒到上海，才14岁。要不是遇到万福哥，我和我娘早就一刀饿死了。万福哥那么抠门，可帮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小气。他总是说，看到我，就像看到当年从山东到上海闯世界的自己。后来我娘生病了，他也忙前忙后的照顾。最后是他跟我一起葬了我娘。我俩就是天生地长的孤儿，只能靠自己。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。是，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小姐，我知道你瞧不起他，他只想活着，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穿的。唯一的心愿，就是我们一起攒钱开个包子铺。小月，你也别难过了。这几个月来，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？就算我们远离战场，那些逃难的、饿死的、轰炸的、枉死的人多得数不清。可万福不是，他是战死的。就算他是最小的兵，虾米样的兵，他也是为国战死的。他是抗日英雄。是，他是抗日英雄。他没有爹娘，也没有兄弟，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。他还有我，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。我要给他修个坟。小月，爷，我打算明天出去找工作了。啊？我跟景娘娘说好了，我出门的时候，她会帮我照看月明。玉娇啊，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，沦落到如此的地步，你受苦了。爷，是什么日子就照着什么日子过呗。我读这些书也不能荒废了，不是吗？我挺喜欢工作的，自食其力，我觉得是好事呀，有什么苦不苦的？也好。吃饱了？喝饱了跟你说点正事。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有路通了，你有办法打听到小月在武汉的地址吗？可以写信了。真的？可是我没有小月祖家的地址啊。
我好像听小瑞说过，他们主家在什么武汉的江汉路有一个大的那个绸缎庄。什么路？江汉路。他们家小姐是不是叫于淑珍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们家小姐就是叫那个于什么珍来着？于淑珍是不是有个未婚夫姓罗？罗少爷跟我长得差不多精神，然后比我白点，比我高点，然后胸前老别着一根钢笔。爹，他说的是祖良。祖良，祖良，祖良与他半分不像。祖良是云奎姨母家的孩子，我记得他上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医科。对，学医的，是个大夫。哎呀，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啊？本来我们去武汉就是去投奔罗家的，我给他们已经写了信了，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。罗家跟于家是世交，他们俩房子可爱在一块儿啊。那这么说，我马上就要找到小月了。你赶紧先写信吧。可是我识字不多，我这个信吧就写的少。那太爷的字儿可是公认的好看呀。你看我干嘛？我不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你这个好人心吗？太爷，我咬了吕洞宾行吧？啊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，您就赐我点大字儿呗。磨磨。嘿，好嘞。这，哎，太爷，我没什么文化，一会儿我说的周到不周到，您多担待，千万别笑话我。只是写封家书，不是奏书策论，你如何说，我就如何写，可否？你识字少又不是你的错。再说，请人代写书信也是很平常的呀，你就想什么说什么，说你心里话就好。那我就说心里话了啊。媳妇儿，我万福。尊夫人名讳啊？啥？小月，爹，月亮的月。哦，对，小月。我媳妇儿，太爷，媳妇儿我万福，这是5个字，你怎么写了6个字啊？小月我认识，这4个字是啥呀？清清如雾。啥？啊，小月清清如雾。不是如雾是谁呀？他为什么要亲他呀？不是。这是书信应有的格式，如不是一个人的意思，就是小月见字如面，是这个意思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我接着说了啊。小月，我现在在上海，在租界，住在小洋楼里边，这里边住了有太爷，有夫人。还有张云奇那2个王八蛋，哦，还有月明，他是个小孩儿。哎呀，我跟你说这么多名字你也记不住，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该多好啊！我可想你了，我每天晚上躺着也睡不着，我坐着也睡不着，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，我就是想你，我想你想的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的。太爷，我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，你怎么这才写8个字啊？你这是买白菜呢，还论斤论两的？我这已经送你8个字了。不是，你这写的是啥呀？关雎之念，
寤寐思服，啥意思啊？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不得了、不得了、不得了的意思。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也行吧。那小月，现在这世道乱着呢，你在武汉要小心啊，千万不能跟陌生男人说话。哦，对了，尤其是那金簪子，千万不能带出来，那玩意儿可亮了。那晃着那坏人的话，对你起了歹心，那可怎么办？你最好啊，就把那个金簪子缝到衣服里边，别带了。等我到了武汉，你再带给我看。嘿嘿嘿，昂藏7尺男儿，一副小肚鸡肠。哎，这我听懂了啊，小肚鸡肠，你说我呢吧？不写了，预交代笔。啊？行，我来写。哎，爹。还是月明听话。哎，你看这么写行不行？小月，你把我送你的金簪谨慎保管，不可招摇，不可轻视于人，是这意思吧？嗯，是这么回事，不是那么回事。然后再写，小月，你在武汉吃的、用的、花的，你都跟着你们家小姐，跟着她吃香喝辣的，咱亏不着，还能省不少钱呢。哦，但是啊，你别跟着你们家小姐到处瞎逛去，尤其是什么发传单啊、游行啊，那都是有钱的小姐、少爷家，他们闲得没事儿干呢。咱就小老百姓，别管国家的事儿，保命吃饭最重要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小月女士，忠义爱国，你不助她一臂之力，反倒阻拦。我在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。哎，到底是你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，还是我在说心里话呀？万福啊，你虽然出身市井，但是身上也有侠义之气。咱们一路过来，你都看见了，国难当头啊，遭殃的是老百姓啊。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什么皮毛皮的？皮是啥？毛是啥？意思就是，国家是皮，百姓是毛，皮没有了，你毛怎么长？你要这么说，那我今天非要跟你论一论了。自打我到了南京，进了你们张家，再一路到了上海，你老拿这些话来砸我，你是不是欺负我听不懂啊？我跟你说，就你说的这张皮，从来就没管过我这根毛。我打小父母都死了，我一路讨饭到了上海，我做了5年的学徒，我好不容易混了一口饱饭。得，不打仗还好，皮管皮的事儿，毛管毛的事儿。可是这一打仗，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毛豁出面来去管这些皮吧？哪有这种道理？这不公平啊！我这根毛没什么本事，我就不服这皮，我自顾自的飘着，混着花。哎呦，朽木不可雕也，朽木不可雕也。哎，这句话我也听懂了啊！行了，我就是朽木，你俩别吵了，你俩不要再吵了，不懂于毛，毛就不毛，我就不让你就要。爹，我明白万福的意思。你看这样写啊，就是小月，你与于小姐相爱互助，彼此有个照应，我在上海也安心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这么回事？不是这么回事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别吵了，别吵！爹，带月明出去晒太阳。受子不足以谋。接着写。哎呀，夫人，我都让太爷给气糊涂了。您刚刚说到哪儿了呀？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，我在上海也安心。不安心啊！哎，你写不写？写。小月，我一攒够钱，我马上就到武汉来找你。你一定要在武汉
等着我，乖乖的哟。好。夫人，你也笑话我？我没有啊。今天太阳蛮好的。